女帝的那些经典装扮。海贼王里的女性角色的日常穿搭，女帝也许不是最清凉的，但却是最特别的。女帝爱穿旗袍，但这并不影响她施展强大的踢技。初登场的这一款很有女王气质，上来一招美楼美楼美楼，天天干风，就把一船海军给解决了。无属中将也只能是人不狠站不稳。这款算是女帝的常穿款，包括顶上战争后、2年后以及现在都有出现。期间女帝换过2套居家服，一套是路飞误入女帝浴室后换上的白紫色浴袍，还给了路飞一记稳枪，只可惜魅惑不了路飞这个憨憨。还有就是爱上路飞后那身大红睡衣，这2款的款式都差不多，都是大花领子荷叶袖，外加一条可以是各种颜色的飘带。不过这件大红睡衣经过修改后，2年后穿在了路飞的身上。之后女帝就开始发力展示自己旗袍王的风范。送路飞去推进城的时候，里面是一件黄色旗袍，外面套了一件薄薄的花瓣袖的红色外搭，最外面披了一件带有斑点的披风。乍一看第一个想到的竟然是奶牛，这件奶牛披风2年后也是送给了路飞。女帝身高1.91米，这件披风穿在路飞身上相当不合适，最后也是在战乱中被遗落在了香波地群岛。顶上战争时，女帝穿了一件紫色的旗袍，那种大开叉的设计倒也非常适合女帝施展踢技，大开大合之间有一种隐约之美。曾用一招飘逸的方向脚踢爆了和平主义者的头。衣服上印满了9蛇海贼团的标志，也是相当经典的一套婚纱礼服。虽然很漂亮吧，可这套衣服只存在于女帝的幻想当中。在这个基础上还有衍生款，就是戴着头纱穿着礼服的女帝，还套了个围裙给路飞做饭送吃的。在 3D2Y 里，女帝也穿了一件紫色旗袍，但是和顶上战争中的不一样，这一件只有裙摆上有一个大大的 logo， 扣子则是特别的蝴蝶结造型。女帝小的时候穿的非常有亚马逊百合的特色，一件露肩的上衣，外加亚马逊百合特色的裙子，还有长袜加靴子。这个风格现在那里也有人这样穿，比如玛格丽特。小时候的女帝还是蛮卡哇伊的。特别款战斗服，这个目前是只出现在剧场版和原创剧集里的一套，黑色调为主，鲜艳色调点缀，款式上基本上是沿袭了女帝初登场的那套，但布料好像是稍微增加了一些。女帝就是穿着这套衣服施展了威力强大的大方向脚，为了路飞而去单挑巴雷特。女帝的这些经典穿搭，你最喜欢哪一款呢？感觉初登场的那款和紫色旗袍的是最经典的，尤其是紫色旗袍的时候保护路飞，女友力爆棚有没有？只要路飞伤到位，女帝4皇干到废。果实中的隐藏大佬黄泉果实，目前草帽团主力4人组就是路飞、索隆、山治、甚平了吧？那剩下的伙伴最接近这个级别的应该就是布鲁克了。布鲁克距离主力只差一个大号密码，当然大号虽然是个梗，但黄泉果实是实打实的强，1颗更比4颗强，因为黄泉果实集合了4颗果实的优势能力。第一颗就是大妈的魂魂果实，准确的说是，如果在实力对等的情况下，黄泉果实对魂魂果实有绝对的压制力，这2颗果实感觉有克制关系。在布鲁克封神之地蛋糕岛，大妈的霍米兹最怕草帽团的2个人，一个是拿着大妈生命卡的娜美，一个就是布鲁克。大妈抽国民的生命造霍米兹，布鲁克抽霍米兹成就灵魂之王，食物链顶端的存在。即便是面对普罗米修斯、宙斯这样的高级霍米兹，布鲁克也能拿捏，划伤了普罗米修斯的脸，宙斯更是被布鲁克梅开二度。面对大妈本人，布鲁克当时没招，只能靠自己的魅力把大妈给睡了。不过遇强则强，灵魂之王，这个潜力不可限量。第二，黄泉果实有罗的手术果实最 bug 的一个能力，手术果实可以给别人做不老手术，黄泉果实不仅能让自己重生，甚至是永生。布鲁克比较脆弱的就是他的骨头，但他的骨头受到一定损害后，对他造不成什么伤害，而且喝牛奶长牙补骨头这个操作，让他根本就很难死啊！不对，他本来就已经死了，这才是最无敌的。那就算布鲁克的骨灰被人给扬了，理论上灵魂还是可以继续存活的，能不能找到别人的身体寄宿那就不知道了。总之，布鲁克这辈子面临的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彻彻底底的死去。第三，黄泉果实有灵魂果实的玩法，佩罗娜的幽灵看得见摸不着，神出鬼没鬼鬼祟祟，能穿墙有意识，布鲁克一样可以做到。用这一招去刺探情报，吓人恶作剧简直屡试不爽。别人想抓这些飘来飘去的东西还抓不到，想躲还躲不掉。要说佩罗娜的天敌还有个乌索普，而布鲁克最大的敌人那只有自己了，因为他总是自己被自己给吓到。第四，黄泉果实有轻质冰冻果实的能力，布鲁克号称小轻质，2年后习得黄泉寒气，斩击中附带冰冻效果，可以瞬间冰封敌人。在蛋糕岛和欧文上演海贼版的庞克哈萨德元帅之争，在和之国，布鲁克虽然没有正儿八经的对位敌人，给罗宾打辅助，但操作一样精彩，瞬间就把那个狂妄的哈巴狗跑轮给浇灭了。然后一个小冰河时代给整个房间降降温，再来个帅气的冰上滑步和风骚的收剑，一气呵成。这么看来，除了冰冻范围现在还不如轻质，感觉其他的也大差不差了。看到这一幕，我只想说，冰冻果实狗都不还不至于。话说黄泉果实吃1颗等于吃4颗，这也多亏布鲁克开发的好，还有一手精妙的剑术加持，不然黄泉果实在战斗力方面下限还是蛮低的。但感觉黄泉果实的上限还没有开发到极限，
而且布鲁克经常干一些扮猪吃虎的事儿，说着最不经意的话，干着最屌的事情。这也是为啥感觉布鲁克最接近主力级别的伙伴，没有之一了。因为他靠这手能力干出什么大佬级别的操作都不奇怪。存在感不高但变态可靠的弗兰奇，说实话，在草帽团里存在感最低的伙伴好像是弗兰奇，因为比他晚加入的布鲁克都比他显眼。存在感不高，这也是弗兰奇的作用被低估的一个原因。不过弗兰奇真的可靠，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存在。在弗兰奇没有上船之前，草帽团的职业其实挺全面的了，最大的短板就是船匠。乌索普虽然会修船，但是对比之下，其实还不如栗子头大叔他们专业。弗兰奇不仅是技术入股，还是带资进组，不然路飞可能要划着洗澡盆去当海贼王了。从那以后，草帽团在后勤保障方面可以说是非常坚实了。草帽一伙有些人的职业贡献不太能在表面上显现出来，比如草帽团大战后为啥总能恢复的那么快？山治的火力菜单和乔巴的医疗太重要了。弗兰奇这种也一样，但你会感觉到，相比以前总是担心梅利号一个不小心就散了架了，现在完全不担心这一块。弗兰奇让草帽团变成了一个兼具野性和科技的海贼团。而且别看弗兰奇平时不太正经，可一旦涉及到船，弗兰奇会尽职尽责。草帽团到达香波地群岛，弗兰奇难道不想跟伙伴们一起去玩吗？但他还是留下来和乌索普一起为战斗过后的桑尼号补充能源。2年后也是第一个回到桑尼号这边。对船的保养检查这方面，弗兰奇也非常上心。有时候弗兰奇存在感不高，可能他那会儿都在桑尼号上干活呢吧。在水之都前，路飞说想要个船匠。水之都开篇其实不缺比弗兰奇更有魅力的船匠，浪漫之月的卡库，玩了一手超声速的巴里。但慢慢的会发现，弗兰奇好像更符合路飞的一贯标准，感性、沙雕、讲义气，还是个大变态，反正就是多少有点不正常。除了本职工作外，弗兰奇在战斗中也很可靠，交给他的任务他不比别人完成的差，在其他人的掩护下及时赶到罗宾身前为罗宾挡子弹，很帅的。弗兰奇会不惜使用任何变态的手段完成任务，比如说强吻得到女厂长，他也会用硬汉的方式尊重自己认可的对手，和塞纽尔用男人的方式一决胜负。他也会及时出现拯救伙伴于危难时刻，面对四皇大妈也丝毫不慌，依然保持混混的姿态去挑衅，就是救场手段总是能让人耳目一新。就算是极其丢人的合体大皇帝，弗兰奇起码也能发挥了他的作用，激怒了奥兹，让奥兹自己打自己的头。然而当大家以为弗兰奇只能靠机器和弗兰奇将军提升战力的时候，弗兰奇之后却用本体终结了4亿7200万悬赏的题目。弗兰奇对位的对手不多，但他并不弱。凌空六子虽然有点拉吧，但还真不是每个草帽团成员都能捞着的对位机会。弗兰奇打里面悬赏第3的题目，第1、第2一个是慎平的，一个是罗宾的。在团队中，弗兰奇更像一个接地气的大哥。论沙雕，他完全可以和路飞他们打成一片，但论成熟和胆量，弗兰奇也不次于几个主力。路飞并没有表示过弗兰奇如同大哥这样的意思，不过有一段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路飞决定要抢夺烧烧果实的时候，他在考虑让谁吃下这颗果实。路飞不假思索的就问弗兰奇想不想吃。烧烧果实对路飞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可不是任谁都能继承自己哥哥的果实的，弗兰奇起码有这个资格。当然弗兰奇不想变成旱鸭子，但弗兰奇和路飞会心一笑，也是全力支持路飞去抢夺烧烧果实。要说弗兰奇最无可替代的可靠，当属他的击剑狂魔属性。当索隆山治乌索普发愁如何通过这个断崖的时候，3个人一回头，弗兰奇都把桥给造好了。他甚至还不满意桥上的装饰，再给30秒，他能把装饰再给你换一遍。还有弗兰奇空中散步，这算是弗兰奇自己研发的乐步了。乔巴给他在后面地木板，弗兰奇在前面咣咣咣就把台阶给造好了，然后在半空发动弗兰巴铁拳组合技，给奥兹重创。伙伴想要什么，弗兰奇就能给造出什么，甚至包括那个曾经被他亲手烧毁的冥王图纸。如今草帽一伙来到未来之岛，弗兰奇的主场应该才刚刚开始。豪华强大的桑尼号，钢铁怪兽的弗兰奇将军，还有各种变态但实用的小技能，你永远可以相信弗兰奇变态可靠的业务能力。说不定能把熊恢复到萨博口中那个温柔的熊的人，正是之后绝活满身的弗兰奇呢。因为草帽团里只有弗兰奇见证过遍体鳞伤的熊保护了桑尼号，如果能那样代表草帽团报恩，那弗兰奇真的 super 可靠了。海贼王中翻越红土大陆的6种方法，海贼世界里有一圈和伟大航路十字相交的屏障，宛如一堵难以逾越的高墙，那就是红土大陆。红土大陆将伟大航路分为前半段乐园和后半段新世界，所以翻越红土大陆成了无数海贼进入新世界的必经之路。虽然红土大陆看似不可逾越，但其实还是有很多方法可以征服。首先第一个就是系统自带的翻越途径。由于伟大航路两侧都是广阔的无风带，那里栖息着凶猛的海王类，除了海军军舰有贝加朋克的技术支持，还有一些就是特殊的船只以及雷利牛逼的游泳畅游无风带。普通船只无法从四海直接进入伟大航路，要过颠倒山。这里作为伟大航路和红土大陆的第一个交汇点，虽然不用费劲巴拉的硬翻，但是有5条湍急河流形成的水道也异常凶险，一不小心就会撞得支离破碎。但是相比其他办法，这种地图福利已经是最优的选择了。伟大航路和红土大陆第二个交汇点，海贼世界的另一端，也就是新世界的入口处，这一端就没什么地图福利了。
也就有了第二种也是最卖力的方式——徒手爬。如果没有什么特殊能力和通行许可，但又觉得自己体力很牛逼，可以选择这种方式。至今已知能徒手爬上红土大陆的也只有寥寥2人，一个是英雄冒险家费舍尔泰格，爬上马利乔亚，解救了包括女帝在内的众多奴隶，堪称是无法复刻的奇迹。还有一个就是巴索罗米熊，此前熊有能力将自己拍飞，但中途被红土大陆拦下了，所以肉球果实也有壁垒，能把人拍去空岛的熊依然不能翻越红土大陆，熊也只能徒手爬上马利乔亚。可见徒手征服红土大陆并不适用于绝大多数人，而且就算能爬上去，怎么下来也是个问题。第三种方法是在红港乘坐世界政府的泡泡缆车翻越红土大陆。红港一共有2处，分别位于马利乔亚的前后方。这种泡泡吊龙就像是翻越红土大陆的公交车，有序的交替工作着。所以世界政府阵营一般不需要通过更艰难的方法来往新世界。有趣的是，这种官道虽然主要是给政府、海军和天龙人以及一些王族们使用的，但其实平民也可以使用。在香波地群岛就有很多平民等待政府下达的通关许可，但前提是要提交申请以及花很多的买路钱，还有就是要舍弃船只，到了新世界这一头重新买船出航。不过这种方法的优点就是最安全，而且高处的风景一定很棒。如果不想徒手爬，也无法乘坐泡泡缆车的话，第4种翻越红土大陆的方法就是靠一些特殊的能力，比如革命军莫里的推果实。之前小伊万在推进城待的地儿5.5层就是由莫里挖出来的。在世界会议期间，莫里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红土大陆里面，他的能力可以直接从下挖上来。当时一起伴随泡泡缆车上行的还有革命军乌鸦，乌鸦的美果实可以变换出很多玫瑰乌鸦，可以飞得很高。在德岛，萨博还曾坐着他的乌鸦飞行，非常梦幻。不过乌鸦的美果实还是个自然系，并不是某种鸟果实。即便一些鸟果实或许反倒飞不上红土大陆，比如新闻王的鸟果实信天翁形态，它本身甚至都不会飞。革命军5大军队长其中2个就展示过有翻越红土大陆进入马利乔亚的能力了。好家伙，革命军现在已经到了在赶路途中来马利乔亚上个厕所都随随便便的地步了。另外，世界会议期间跟着萨博一起闹事儿的还有林德伯格，他靠科技手段也能飞，可能也具备飞越红土大陆的能力。当然还有艾尼路的方舟，这种能飞月球的工具，飞个红土大陆还不轻轻松松。第5种办法，吉尔玛的蜗牛船。吉尔玛这个国家本身就很独特，并没有固定领土，而是由很多蜗牛船组成的王国。这些蜗牛船也可以拆分出来行动。作为战斗民族，这非常有利于四处征战。蜗牛船最牛逼的就是能翻越红土大陆。鼎盛时期的吉尔玛统治了北海，一个北海已经满足不了胃口，后来山治的北海身份为什么在东海遇到哲普老板？一个蜗牛船完美串联伏笔。第6种方法，从愚人岛进入新世界，其他的方法都是往上走，而这个是往下走。而且其他方法虽然也不少，但限制条件太多，还是不适合大多数人。比如前几种方法似乎都不能带船，就这一点草帽团肯定不干。愚人岛算是可行性最高的渠道，从海底1万米的愚人岛钻过红土大陆，必不可少的就是依靠镀膜技术。章鱼小八说，镀膜是人类进入愚人岛的唯一手段。好在镀膜的材料，香波地群岛和愚人岛就有很多，前提是找一个好的镀膜师傅。所以大多数人都是走愚人岛进入新世界。虽然整体看下来，翻越红土大陆的方式并不少，但大多都是危险重重、九死一生的途径，有些还仅限特定人群。所以不带航海士，全靠给乡下奶奶打电话进入新世界的巴托真的很牛逼。巴托和他奶奶的含金量还在上升。海贼王里那些超帅的 TG 姿态，要说最有观赏性的技能 ，TG 必然要有，毕竟漂亮的 TG 可以让身体姿态极致舒展，大开大合之间又感觉很有力道。再加上如果有一双大长腿，那画面肯定美如画。一直觉得黄猿的 TG 非常之帅，黄猿的气质绝对算得上潇洒飘逸，这甚至让他的长相都越看越顺眼了。踢得好看，这主要还是多亏了黄猿的体态，身上总是展露出一种吊儿郎当的从容。黄猿的 TG 姿势通常变幻莫测，不固定，但并不影响那一脚一脚的干净利落，行云流水，非常舒展，一脚一个超新星。而且由于很多架打得都过于轻松，黄猿还习惯把双手插在兜里，加上飘逸的披风，堪称是海贼王里打架姿势最拽第一人。就连被路飞给扔出弹头岛的时候，黄猿居然还双手抱胸贴海飞行，风骚且优雅，还得是二舅。马尔科的 TG 不死鸟果实的小马哥主要是靠 TG 输出，毕竟一波猛冲，然后一个加速飞踢过去，连大将都难顶。尤其是踢黄猿的倒挂和踢青雉的一记空中转身后踢，体态非常帅。只不过踢的黄猿拆家，青雉掉线，两位大将多少有点演了，但这两脚也属实到位。最帅的当属是马尔科1挑2进和鬼印，先是一招青岩焰把劲给压住，接着就是一记翻滚膝踢跟上，这一套属实把劲打得有点懵。踢奎因的时候也是一记飞踢，但和青雉那一次不一样，这是找形态的踢击。这招名叫鹤爪的踢击，可是把奎因给踢得不轻。一波压制后，马尔科摆出一个 pose 表示，踢得帅不是重点，重点是马哥我打的竟是些高端局。萨博的踢技也很帅，虽然萨博平时不大用腿，但是获得烧烧果实之前，萨博有多年体术基础，腿上功夫肯定也不差。最帅的就是巴杰斯偷袭虚弱期的路飞的时候，萨博冲出来保护路飞的那一脚，这空中一字马简直太帅了。这一脚踢出了腿长1.8米的气势，而且踢完之后还有一个身体回旋的动作，这也太舒展了。然后稳稳落地，萨博这一脚很可以，直接把巴杰斯给踢懵逼了，被萨博用水管指在地上。女性角色里面也有精通踢技的，雷九、卡利法，还有那个海军中将朵尔，看起来挺会的。
而女帝算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女帝的踢技特点兼具观赏性和力道，而且还能配合果实能力石化。女帝的招牌清场踢技和山治的那一招宴会桌旋转踢很像，不过因为女帝经常穿旗袍，当这双大长腿从开叉处露出来的时候，就已经从视觉上把敌人给秒杀了。再加上飘逸的长发，这观赏性自然是独树一帜的。而女帝的单体踢技主打一个高跟鞋的尖锐凶狠，而且女帝在大长腿踢出的同时，有时候会有双手朝后爆发的姿势，这就显得女帝的踢姿更加妖娆美艳了。当然，如果想让女帝的踢姿更凶一点，必然还要加上路飞的 buff， 此时女帝就会变成为爱冲锋的纯爱战士，一招大方向脚去单挑巴雷特。卡塔库利的踢技，卡尔不管是使用武器还是霸气、体术、果实能力，都达到了精通的地步，非常全能。卡尔的踢技主打一个一寸长一寸强，毕竟身高差距太大，路飞还没卡尔的腿长。在两人开局的战斗中，卡尔经常是踢的路飞好一会儿都落不了地，让路飞根本都没有近身的机会。卡尔的踢姿并不花里胡哨，简单实用，稳准狠，有时候也会配合果实能力一起使用，不仅可以附加果实效果，更加灵活。本来就有的大长腿优势，自然也可以伸出去更长。路飞平时一言不合就亮拳头，这其实也很容易忽略，路飞也是有很强的踢技的。光是一个最经典的踢技招式橡胶印章，没挂档的时候就有，现在已经开发到无档版了。不过路飞的踢技很多时候并不追求什么章法和姿势，只要能打出伤害就行，无招胜有招，倒也符合路飞平时的战斗风格。也就这样，路飞的踢技和他的无上大托孩才能互相成就。八宝水军栋梁老蔡的踢技，老蔡家有代代相传的八冲拳奥义，当然这主要是一种踢技，配合强大的武装色霸气，将八冲拳的冲击波集中在脚上，可以打出威力极强的伤害。其最强的姿态就是用后脚跟从上往下砸向敌人，非常像山治的那招粗碎。老蔡的踢姿虽然比较单一，但攻击力很强，纯粹的实用派。在对战拉瓦季的时候，老蔡只需要这一招就可以将重回年轻力量后的季老头击败，冲击力还连带地面一起被凶狠的劈开。说到帅气踢技，不可能没有山治。山治的踢技风格兼具美感、力量、标志和爆发力为一体，踢技姿势多变，山治就堪称是踢技的百科全书。山治五花八门的踢技里，转身后踢系列最为之帅，不仅是姿态舒展，而且看起来力道非常足，经常作为必杀技出现，是山治的招牌系列。比如东海篇的羊肉 shot 击败了与其对位的阿龙的空手道干部，长链岛的木西行斩 shoot 击败了分槽头的干部汉堡，清场海上列车时的一招油炸手肉爆头了一个 CP 人员，将其踹到头卡在了车顶外面。冰火岛的恶魔风脚腹肉 strike 这一招是腹肉 shoot 的恶魔风脚强化版，山治先是转出来恶魔风脚，以一只脚作为支撑，加上强大的爆发力，加上脚上的赤炎轰击敌人腹部，将其击飞出去。这套旋转爆发动作一气呵成，当时将维尔哥直接钉进了墙里。最强的一招转身后踢，那就是在和之国觉醒的魔神风脚牛肉爆裂了，怒气值拉满，用出前所未有的攻击力，加上蓝色爆炎轰击敌人，直接击败了奎因，并将奎因打出了鬼岛。山治的踢姿不仅多，在平衡了飘逸感的同时，还个个都周整标致，力量十足，姿态凌厉。海贼王里教科书式的踢技，再加上山治常年的西装穿搭，有时候暴徒，有时候绅士，那可更是帅得没边了。路飞结交的女生们对路飞不同的感情。路飞虽然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当海贼王，但路飞这一路上结交的女生还真不少，可谓是艳福不浅。要说这些女生对路飞没有一点特别的感情，那是不可能的。首先是打持球的女帝，女帝对路飞的爱搞的是人尽皆知的那种，女帝的究极恋爱脑也是没治了。路飞叫一声女帝的名字，女帝直接娇羞脸红，路飞稍微关心一下，女帝就认为是求婚，路飞抱一下那更不得了，直接秒杀女帝。女帝脑子里就是一个小剧场，当知道路飞身边还有别的女生的时候，女帝就开始吃醋加脑补，什么出轨、外遇、被抛弃就开始代入了，尽管八字还没一撇呢。不过女帝确实也挺适合结婚的，因为在女帝的结婚小剧场里，女帝为了表达爱意，非要亲手给路飞准备吃的，对和路飞的新婚生活充满了热情。还有女帝的眼里有一种滤镜，而且仅限于路飞，不管多滑稽都是最帅的，这就是爱情的魔力。而且女帝的炽天使也会情不自禁地爱上路飞，原来女帝对路飞的爱是刻在基因里的，不管刷新多少次，爱的还是你，真的有点子浪漫了。女帝的爱是一种偏爱，女帝上一秒对路飞情意绵绵，下一秒就可以对别人极度冷漠。慎平早就体会过了，他只是浅浅的吃了给路飞的一个梨，就被女帝吓得差点成为第一个被梨噎死的齐武海。然后是女帝最大的威胁娜美，娜美最大的优势就是和路飞相处的时间更长，羁绊更深厚，比如路飞的帽子都是娜美给缝补的，娜美无助的时候也是非常自然的抱了路飞。在娜美的心里，路飞是一个依靠，娜美也是可以为路飞抛弃一切的存在。不过显然在感觉上，娜美和女帝的那种直接表达的爱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娜美对路飞的感情可以说是在友情之上，但里面有没有爱情就不好说了，这个界限本来就挺模糊的。还有就是路飞的态度显然也很重要，对于女帝的爱情，路飞都是直接拒绝的。路飞对娜美的关心是倾其所有的，当然以路飞的性格，他也是把娜美当伙伴对待的，只不过给人的感觉上是情投意合的。娜美也适合结婚，但和女帝又不一样。如果在女帝身边，路飞每天会开心放纵，大手大脚；如果在娜美身边，路飞每天会幸福平淡的过日子，就看是向往哪种生活了，其实都挺好的。
然后玛格丽特对路飞的感情，作为女儿岛第一批和路飞有接触的女生，当然路飞也是玛格丽特接触的第一个男生，好奇的新鲜感加上两人有一些身体接触，感觉玛格丽特对路飞还是有一些暗恋情愫的。毕竟玛格丽特还曾想杀掉路飞，以免自己不受控制的爱上路飞。这种情窦初开的感情埋藏得很深，多少带点躲躲藏藏的卑微，可以说是陷入了内耗。再加上后来女帝犹如洪水猛兽般的爱意，玛格丽特也只好不再表露更多的感情。在送别路飞的时候，玛格丽特却显得很不舍。明明没有相处很久的时间，仅仅是感谢路飞的救命之恩吗？好像还有更微妙的感情。罗宾对路飞的感情看起来要比上面的单纯多了，就是互相信任的伙伴关系。可能是因为路飞足够童真欢脱，而罗宾又足够成熟优雅。有时候罗宾会像一个温柔体贴的姐姐一样对待路飞，没有其他想法的那种温柔，这种感情也是非常美好的。雷九对路飞的感情和罗宾一样，虽然都是姐姐气质，但不一样的是，罗宾是自家姐姐，而雷九像是隔壁的姐姐，还是那种上来就作你一顿的姐姐。路飞从小到大有没有被谁给亲过不知道，反正荧幕初吻算是被雷九给夺走了。女帝要是知道了，非得和加尔玛开战不可。当然在雷九的眼里没有别的，路飞当时就单纯是一顿好吃的大餐而已。这种不带任何感情把你调戏完就走的姐姐，想想也是很炸裂的。后来雷九亲眼见证了山治身边有这样一群可靠的伙伴之后，也是为山治感到欣慰，对路飞表达了信任。除此之外也没有其他的。乌塔对路飞的感情，索隆有发小古伊娜，那与之对称的路飞有乌塔，虽然是青梅竹马的关系，不过路飞和乌塔之间还是非常单纯的，就像是索隆和古伊娜世界第一大建好的约定，路飞和乌塔也约好了用自己的方式创造新时代。孩童时期即便有喜爱之意，那也是简单且纯粹的喜欢。大河对路飞的感情，这个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毕竟大河都跟着一帮男的跳男澡堂了，都是铁哥们儿。而且要论 CP 的话，大河和艾斯更像一对儿，路飞和大河的话，现在只能停留在准伙伴的关系上了。然后白星公主对路飞的感情，白星对路飞可能是有点喜欢的感觉，因为在世界会议期间，各个王族都向白星推荐自己的王子，请求联姻。面对这些表白，白星妹子确实也挺实诚的，直接说这些都不是她喜欢的类型。但一提到路飞，白星眼里瞬间有了光，春风拂面，谁是白星喜欢的类型就很明显了。蕾贝卡和薇薇自然也是对路飞有好感，但显然蕾贝卡和薇薇还是非常矜持的，并没有表现出对路飞有爱情的那种喜欢，朋友和伙伴的关系更明显。现在路飞又结交了一位公主波妮，要说匹配度上，波妮简直就是女版路飞，能吃爱玩活泼大大咧咧，两人还都能变大变小，甚至能做到尼卡果实共用的效果，就离谱。只不过真实年龄12岁的波妮目前好像对路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情，只是一对能玩到一起去吃到一起去的好闺蜜更合适。虽然这些女生对路飞的感情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那就是路飞的公主缘是真的猛，路飞的公主收割机名不虚传。草帽一伙离谱的起名天赋，草帽一伙经常会设计出奇奇怪怪的名字，而他们倒也乐此不疲，起名风格主打一个现场发挥且意想不到。阿拉巴斯坦的那头只追女生的骆驼，一开始路飞给他起名阿后白痴，山治给他取名 Boke 笨蛋，乌索普给他起名 Taco 章鱼。乌索普这个好无厘头，看来他仨起的名字毫无感情，全是情绪。而娜美给他起名睫毛，索隆吐槽就属这个名字最怪，而这只骆驼得意又欠揍的接受了这个名字。在德岛，因为要隐藏身份，不能暴露真实名字，路飞在竞技场报名的时候，路飞的路都写出来了，被弗兰奇赶忙一拳阻止。结果路飞挂了个 Lucy 的名牌，不知道是弗兰奇给起的还是路飞自己起的。Lucy 明显是个女生的名字，通常不是写成花露水的那个露吗？真是奇怪又可爱。其实这种见不得光的事儿，可以直接写陆琪的。本来感觉路飞的露西就够奇怪了，然后到了竞技场里面，一个5大3粗的汉子叫赫拉，希腊神话中的女神，也是后来大妈的新魂器。当时就感觉这竞技场里面真是一堆奇葩。到了和之国，同样是需要隐藏身份，先行前往和之国的伙伴早先有了自己的和风名字，后来路飞差点暴露，起名果实索隆当机立断，即兴发挥，给路飞起名路飞太郎。虽然表面上和索隆十郎一样敷衍，但是路飞太郎不仅非常贴合路飞的气质，也有一传之长的深意，不愧是起名果实。当然这也不是索隆第一次临场发挥了，早在司法岛，青史留名的明刀鼻兰就出自索隆之口。乌索普本来还以为索隆想到了什么解开手铐的妙招，结果这个时候居然还在起名字。索隆就是主打一个仪式感。在和之国，山治也不甘示弱，在弗兰奇、乌索普和罗期待山治能说出吉尔玛66的时候，山治果断抛弃了这个厌恶的称呼，改名叫荞麦假面。这个沙雕名字直接就击碎了他们3个内心的热血期许。不过果然，山治起名字终究是离不开料理。当然更能彰显草帽一伙起名天赋的，无疑就是一伙人给万里阳光号起的那些名字了。路飞直接就是一口气起了4个名字，分别是：第一个是熊白熊狮子号，第二个是老虎狼狮子号，第3个是乌贼章鱼黑猩猩，第4个是丸子猩猩狮子号。基本上吧，路飞起的没一个正常的，感觉更像是路飞想起来啥就说啥，然后即兴拼凑在一起的。不过这些动物2年后大多成了路飞4档技能名的元素。索隆起的是莱昂内尔老大号，也叫做睡狮老大号。这会儿索隆是不是又想睡觉了？索隆起了多少有些社会了。
罗宾起的是暗黑丸，罗宾是唯一一个直接偏离画风的名字，果然一如既往的腹黑。山治的向日葵绅士号文雅但不够响亮，弗兰奇的狮子暴力团冠军号响亮但不够文雅，最后还是文化人冰山大叔起了一个萨乌森桑尼号得到了认可，也就是千里阳光号。不过千里感觉气势不太够，所以翻译过来就是万里阳光号了。其实草帽团里最有起名天赋的，那当之无愧的就是索隆了。路飞4档都跟动物有关，山治基本都是料理。如果说他们只在第一层，那索隆就在大气层。索隆的技能名表面上组词非常牛逼，每个字都稀奇古怪，但组一起就很有气势，这人一看就很有文化。结果除了有跟佛教有关的，还有很多技能其实都是寿司的谐音。著名的鬼斩奥尼给利就是饭团，烧鬼斩就是烤饭团。沙文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三文鱼？没错，就是三文鱼。怪不得索隆念技能名的时候那么有冲劲儿，原来不是索隆生气了，而是索隆吃饱了。不被喜欢的正义是否还是正义？顶上战争结束后，你可能还没在艾斯的死这件事上缓过来，可好像整个海贼世界却都在庆祝海军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这是顶上战争后带给我最震撼的一幕，但随后就感觉这很正常。老沙、凯撒、明哥、凯多，毫无疑问他们是坏蛋，但是从头到尾都属于主角团对立面的海军，我们却从来不会称他们为坏蛋或者反派。说到正义，那就不得不说到现在海军的领军人赤犬。其实赤犬很多操作都很有意思，甚至感觉他的很多操作和他不通情达理的表象截然相反。海军一直以来是世界政府的遮羞布，甚至被说是天龙人的狗，但是赤犬其实也不喜欢天龙人。他上台后，海军和世界政府的割裂居然加剧了，并且当面说吴老星是傀儡，因此被吴老星狗血淋头。和对世界政府唯命是从的战国元帅不一样，赤犬却在寻求改变这种现状。索尔的部队的创始人大概率就是赤犬，毕竟赤犬身为元帅，没他点头，这个部队不可能存在。而且赤犬臂膀上恰好有一个剑的刺青，索尔的部队最大的意义就是直接跨过上级许可执行任务。德岛时期，赤犬和藤虎对喷，骂藤虎丢脸，结果最后的惩罚只不过是不让他进家门，听起来好像根本不是惩罚，而是类似老夫老妻的气话。因为如果世界政府直接对其惩罚，那可不止这种程度了。所以感觉赤犬是做给世界政府看的，意思是藤虎是我的人，我已经惩罚过了，你们不用干预了。但藤虎依然悠哉的在马里乔亚吃面条，这里跟海军新本部就算是一墙之隔，赤犬也没咋地他。而且赤犬藤虎不合是不合的吧，但藤虎说的话赤犬也不是完全听不进去。藤虎主张废除七武海，赤犬一开始也反对，但话里也能感觉赤犬并非不能接受。在顶上战争中，身边的人都这么演了，科比还发起投降投票，但是顶上战争后，科比却飞速升官，从顶上战争草长2年后直接升大佐了，连升7级。要说赤犬是畏惧卡普，可追杀路飞艾斯的时候，他好像也不怕卡普能一拳锤死自己。后面还包括斯摩格升中将，提拔海军新生代和候补大将，以及藤虎绿牛通过世界大征兵成为大将，赤犬必然都是重度参与者。而最微妙的还是赤犬和青雉的关系。在慎平透露赤犬青雉10天大战的时候，得知是赤犬念及旧情，对青雉手下留情了。两人虽然都伤得不轻，但确实是青雉伤得更重。在吴老星提到青雉倒戈黑胡子的时候，赤犬一句话赶紧撇开了和青雉的关系，说他爱干嘛干嘛，这不对劲儿。以赤犬的极端性格，知道青雉后来当海贼了，那不得玩命追杀青雉。这个时候赤犬就显得不痛不痒。这还没完，后来青雉和黑胡子聊天的时候，也不痛不痒的拿这场战斗来开玩笑，并且对索尔的部队这么了解，总感觉他俩有事儿啊，是不是密谋了什么事情，不想让世界政府知道。还有顶上战争期间，赤犬堵逃兵，当然赤犬杀没杀这个逃兵，漫画里并没有给到直接的画面。赤犬说，要真是为了家人着想的话，就不要这样丢人现眼。家人这个词居然能从赤犬这种人口中说出来。顶上战争大概有4处关于家人的字眼，一个是白胡子这里，一个是卡普这里，一个是科比这里，还有就是赤犬这个。白胡子是为了家人倾其所有，而赤犬的意思也是，你要是为了家人就应该勇敢战斗。只不过赤犬这个并没有什么刻画，虽然赤犬偏执极端，但他上台后确实也做了很多改变，身边的人一个个都演他，正义理念完全不同。不过黄猿、藤虎、科比、斯摩格不还好好的，迷茫正义的青雉，打卡下班的黄猿，他们的性格基本都明朗了。可是感觉赤犬要做的事情才刚刚开始。说实话，我也不喜欢赤犬的正义，但赤犬非但没有压制异己于死地，反倒是包容平衡了海军内部的各色正义，甚至竟然有百花齐放的趋势，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赤犬的正义绝对自我，也正因如此，他以海军利益为出发点，总会和干扰因素据理力争。所以赤犬的正义当然可以不被喜欢，但至少海军在他的统帅下，更多的正义正在大放异彩。慎平是如何获得全体伙伴的信任的？在草帽团中，相比其他伙伴，只有慎平目前是2年后加入的成员。之前的相处虽然断断续续，但当慎平在和之国回归后，草帽一伙对慎平的加入表达了无比的信任和欣喜。除了三治在一旁酸了之外，其实慎平磕磕绊绊能成为草帽团的一员非常不容易。首先，慎平和路飞的羁绊早就是过命的交情了。早在2年前，慎平和路飞在推进城里一言定情，男人的默契无需多言。
之后盛平也就成了路飞和伙伴失散时期身边最可靠的大哥。那个时候盛平就展现了区区四皇的气魄，面对杀意爆棚的赤犬，盛平哪怕豁出去性命也要保护艾斯的弟弟。盛平身上背负了太多的东西，战争结束后也是不遗余力的帮助路飞从颓废中恢复斗志。路飞早就认可盛平是自己的伙伴了，再正常不过。船长这一关过了，接下来就是有实无名的副船长这一关了。想获得索隆的认可好像并不容易，毕竟索隆曾经多次阻止路飞胡乱拉奇怪的生物上船，而且盛平和索隆之间的互动真的不多。蛋糕岛的高光，当时索隆恰好掉线不在，但还是那句话，男人的默契无需多言。在鬼岛开战前，路飞担心盛平，索隆直接说欢迎他加入，而且和路飞一样坚信盛平一定会来的。毫无疑问，索隆也早已认可盛平。最新悬赏出来的时候，索隆和盛平倒是像好哥俩，嘲讽区区第4名的7号军。在某些方面，盛平和索隆确实有合得来的地方。当然，盛平不会威胁索隆的地位，盛平上可以去当主力，下也可以去当第2阵容的主心骨。说到第2阵容，胆小组的意见也不能忽视，毕竟虚假的船长王路飞，真正的船长娜美子。罗宾上船的时候，胆小组集体反对；跟罗同盟的时候，胆小组集体反对。如何取得他们的信任，有时候其实很简单。盛平身为太阳海贼团船长，元气乌海，他放低姿态，为之前鱼人团的过失真诚的给娜美道歉，完美拿捏了娜美船长吃软不吃硬的性格。不过正儿八经的说，一方面是盛平的侠义，一方面是娜美的宽容，格局加格局，那就是更大的格局。娜美对盛平的好感也不是没道理的。对胆小组来说，还有一点就是实力等于信任。早在愚人岛路飞邀请盛平的时候，乌索普乔巴就表示了对这位元气乌海的欢迎了。蛋糕岛的操作其实就是锦上添花而已。盛平在蛋糕岛篇直接把桑尼号玩成了冲浪板，在四皇大妈面前也丝毫不虚，和娜美乔巴他们一起守船。想要获得胆小组的真心，最好的办法还真就是和他们一起守船。谁和他们一起守船，那人就他们眼里最闪耀的救星。然后是布鲁克，盛平和布鲁克在万国的时候还有一次小误会呢。失去伙伴一直是布鲁克永远无法抹去的伤痛。布鲁克当时误会了盛平，觉得盛平对佩德罗的牺牲很冷漠，但在四皇的地盘上，他们又怎能自暴自弃、掉以轻心，辜负伙伴的牺牲呢？盛平的一番话也让布鲁克明白了伙伴的意义，让布鲁克和其他人有了更高昂的斗志。和路飞那一次如出一辙。在鼓励队友这方面，你永远可以相信盛平，有时候解开误会能让他们的感情更加牢靠。盛平取得弗兰奇和罗宾的信任就没那么复杂了。弗兰奇当时在愚人岛就说过，毕竟是路飞看中的人嘛，我们都会等你来的，盛平。再加上盛平是驾驶桑尼号的最佳舵手，弗兰奇举3只手赞同。罗宾更简单，因为盛平老大成熟稳重而且可靠，罗宾很欣赏他这一点。而且罗宾现在跟盛平好像走得更近了一些。最后就是比较不一样的山治了。山治表面上非常郁闷，因为突然空降了一个和自己定位有些重合的主力过来，然后赏金还比自己高，山治真是哭晕在厕所。山治吐槽盛平抢自己的活，盛平憨憨的道歉，虽然看起来有些搞笑，不过山治也早已认可了盛平才是真的，毕竟都一起经历这么多了，山治也不会吝啬夸赞盛平非常靠谱。其实草帽一伙在盛平给路飞输血，挽救路飞性命，缓和鱼人和人类的种族矛盾的时候，就已经认可盛平了。后面的这些是让伙伴对盛平更加的信任，从认可到信任再到融入，才是真真正正的伙伴。就感觉越往后草帽团的门槛就越高，不过盛平一步一步最后也是做到了。草帽团被哪些奸商给忽悠过？草帽团这一路上遇到过很多人，或许和善的气质也让很多人觉得他们很好忽悠。在罗格镇的时候，草帽一伙就遇到了不少奸商。第一个就是一家宝物店的老板，他上来就给乌索普推荐了一款手枪，据老板说这是海贼王罗杰的遗物之一。罗杰有掉落的装备那不奇怪，但是这把枪的造型和配色越看越跟开玩笑似的。他要说这是罗杰小时候玩过的枪，那可信度还高一些，而且看起来还是个残次品。但是乌索普可是忽悠界的专业人士了，他怎么有点心动了？还真是一个敢说一个敢信。紧接着索隆也遇到了奸商，一开始想忽悠索隆的武器店老板一本松，索隆不了解刀的行情，可老板识货呀，提出拿20万贝利收购索隆的河道一文字，一直加码到80万，这可是大快刀21弓，双月更三郎的杰作，就算是个高仿也不止这个价，这不是欺负索隆老实人吗？直到达斯奇进来爆出了真实的行情，起码1000万贝利，在索隆手里更是有市无价，把奸商的套路搅黄了。不过一本松也是被索隆的气场所折服，临走时3代鬼车和血走都一并送上，都没有收钱。之后索隆扬名四海后，还把索隆的照片裱在了浴室里，作为一种无上的荣耀。毕竟未来世界第一大剑豪手里拿的可是自己店里的刀啊。另外索隆比较惨，不光是被别人忽悠，还被自己人忽悠。娜美本身就是个大忽悠，索隆回去之后被欠上了娜美的高利贷。阿拉巴斯坦的金苹果1000贝利一个，一口提神醒脑，2口永不疲劳，3口长生不老。途经这里的艾斯先遇到的这个大忽悠，艾斯的回应也很帅，我对活个上千年没有兴趣，活好今天就行。老板懵逼了，是我的话术不对吗？不是，是因为没有遇到憨憨。这不俩憨憨来了，乔巴乌索普听完兴高采烈，马上就要买了。
但很快娜美及时阻止，忽悠你接着忽悠，娜美多精啊！一旁的索隆可能是被忽悠多了，防骗意识已然觉醒，拉开真实的面纱，一位炼金术士正在辛苦的忙碌，原来这都是吃完倒沫子的科技与狠活呀！水之都的典当行，这里也是娜美的高光时刻。都知道鉴定师一开始给他们开的是1亿贝利的黄金收购价，看路飞乌索普的反应，感觉就算开1000万贝利，他俩也是笑得合不拢嘴了。可是这个大忽悠万万没想到，自己骗到同行头上来了。娜美从小就跟钱打交道，还能掂量不出黄金的价值吗？一波和谐的谈判后，鉴定师改口3亿，这船上没有娜美真不行。路飞、乔巴、乌索普，他仨塑料段位的，真的是属于是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的那种。虽然娜美是属于王者段位，但娜美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曾经草帽一伙遇到一个推销员，他那里真是啥都有，还给罗宾推荐过能美白的肥皂。不过他看想要买些绘图纸的娜美像是个小富婆，就想狠狠地敲一笔。这些纸是不是真的像他说的那样天花乱坠，不知道。但娜美直接来了句多少钱都照付。此话一出，全船震惊，这不次于娜美送罗拉财宝那一次。推销员这一打纸，开价居然高达4800万贝利，你干脆明抢吧。虽然娜美依然开启砍价模式，从1000万砍到了100万，不过娜美什么时候这么好骗了？此时山治站了出来，巧妙化解，二话不说把路飞给绑了，说要交给海军换悬赏，那样还能余下来不少钱。没错，看来这就是船长的正确用法了。对比这些大忽悠，想必大家更加同情明哥这样的诚信为本的商人了，因为明哥居然把真的烧烧果实放在了竞技场。虽然说明哥起初信任迪亚曼蒂能掌控全局的，但他就算放个假的，那其实也不影响他的全盘计划。钓个鱼放血本，明哥还真是童叟无欺啊！明哥走了，这个世界突然少了几分信任。如果把路飞邀请过的所有人组成一个海贼团，众所周知，路飞邀请过很多奇怪的家伙们成为伙伴。如果路飞吃的是邀请果实，这些人和生物都无法拒绝邀请果实能力者的邀请的话，草帽团将会是一番什么景象？首先，路飞将会拥有一个潜力巨大的主力干部阵容，他们分别是艾斯、萨博、索隆、山治、慎平、大和。没错，还记得小时候路飞邀请过艾斯、萨博上他的船吗？后来在阿拉巴斯坦，路飞又邀请了艾斯一次。大和的话，在和之国，路飞好像也是有邀请的意思，不过大和是自己没有迈出最后的那一步。总之就是这个主力阵容，再加上其他伙伴，这个配置一点都不输红发团。同时，路飞还将会拥有世界上最顶尖的船匠组弗兰奇和冰山，这两个是造船泰斗汤姆的亲传弟子，和乔巴的情况差不多。弗兰奇也不是路飞邀请的第1顺位船匠，冰山才是。不过冰山的技术那肯定也是没毛病的。弗兰奇和冰山造1艘冥王那是问题吗？那分分钟能在伟大航路上造一堆共享冥王，按需使用，方便你我他。同时，草帽团会出现一个新的兵种——人马部队，成员有路飞和冰火岛的那个半兽人。半兽人想必大家印象很深刻，路飞当时跟人家自来熟的草率速度，让一旁的索隆都感觉当初自己的加入都不是那么的草率了。路飞之所以也是人马部队的一员，因为路飞还邀请过警卫门的下半身，注意只是下半身哦，警卫门的全身并没有被邀请过。路飞单纯是觉得把人家的下半身安装到自己身上 cos 半人马很好玩。然后路飞还会拥有一个海兽族，没错，就是阿拉巴斯坦的那群功夫海牛。当时路飞击败了功夫海牛，按照规则，功夫海牛们甘愿拜路飞为师傅，一路誓死相随。路飞都准备带着这群粘人的小迷弟出发了，结果被伙伴们及时阻止。届时路飞还会拥有整个大妈海贼团，因为路飞确实通过波克穆斯传达了让大妈团归入自己麾下的奇葩邀请。因为当时山治被威胁去蛋糕岛结婚后，路飞更倾向于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但你们也知道，就路飞的脑回路能想出什么两全其美？路飞就表示，我们家山治去结婚也没关系，毕竟自己也不想耽误山治的幸福，但我们草帽团也不想成为你们娘家人那边的小弟。所以路飞灵机一动，就跟波克穆斯说，到时候你们归顺我得了。好家伙呀，草帽大船团之大妈分团是吗？此言一出，震惊四座，很难不发出疑惑，路飞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路飞身边还会有几个类型各不相同的女人，除了娜美、罗宾、大和，还有在阿拉巴斯坦邀请过的薇薇公主。女帝嘛，路飞好像还真没邀请过，但关系也属于那种不是伙伴胜似伙伴吧。船上还会多2个很奇怪的团宠，路飞在恐怖3维帆船邀请过的僵尸独角兽和僵尸树。船上还有2个小萝莉，一个是千年龙篇路飞邀请过的阿碧斯，还有一个就是小玉。和之国篇结束的时候，小玉说自己学会了忍术后要加入路飞他们，路飞说等你学会了那没问题呀。还有早在遇到山治之前就邀请过的宝箱大叔卡蒙，卡蒙可以去草帽团的船顶小花园去当管理员，那里有娜美的橘子园，罗宾养的花，乌索普的植物，卡蒙的生活习惯和形象比较适合那里。啊对了，在小东海，路飞还邀请过一只独角仙加入自己。最后，路飞还会拥有一个世界上最顶尖的后勤医疗组，他们分别是路飞邀请的第1个医生，在双子甲曾经海贼王罗杰的船医库洛卡斯；第2个邀请的医生，慈孤岛朵莉尔姨娘，以及当初根本就不知道他是医生，以储备粮身份上船的乔胡子乔巴。对了，同盟的罗也算半个草帽团的人，也可以算上。就这个医疗水平，请尽情的仰卧起坐，根本是想死都很难。
这些大概就是邀请果实能力者路飞邀请过的完整的草帽团成员了。阵容搭配是不是很奇葩呢？不过路飞邀请别人加入的风格标准一向如此，大家觉得这样的草帽团如何呢？草帽一伙登陆后的闲暇时光都在做些什么？草帽一伙人在一起虽然欢乐，不过每到一个地方都要经历几天的海上航行，不止路飞这样的野马难免觉得枯燥，其他人远远看到城镇后也会想放松一下。草帽团当时到达罗格镇的时候，对当时的他们来说，这就是更宽广的世界了，每个人都安排了自己的项目。山治要去看美女和采购食材，乌索普要去收集装备，娜美要去买衣服，索隆想买刀，路飞要去海贼王罗杰的水星台看一看。这一次的吃喝玩乐也让他们满载而归。山治获得了超大个的橡皮金枪鱼，乌索普获得了一些装备和杂物，他还买了一些鸡蛋。后来乌索普有种弹药名叫臭弹星，娜美买了一大包衣服，索隆获得了血走和3代鬼彻，路飞获得了阴魂不散的斯摩格。对路飞来说，出海最大的乐趣就是未知的冒险了。还没靠岸，路飞就会兴奋地跳起来。但是吃饭和冒险一样重要。登陆小花园的时候，路飞还不忘给山治先要便当。到了阿拉巴斯坦，路飞还不等其他人下船，就狂奔出去找餐馆，因为实在是饿得不行了。到了空岛，路飞抱起空岛椰果就要生啃，结果比铁还硬。到达水之都的时候，还有香波地群岛的时候，期间路飞除了玩，一样没有忘了吃。鲜嫩的水水肉，路飞一口气买了10个。在香波地，路飞买了一大堆鲜贝和巧克力，玩的也是满脸笑颜，非常尽兴。2年后的路飞一样没变，渔人岛上来一顿吃，庞克哈萨德上来一顿吃，德雷斯罗萨上来一顿吃，万国上来一顿吃，鬼岛上来一顿吃，蛋尖岛上来一顿吃，吃饱了才有力气打架嘛，这是路飞登岛后必不可少的固定项目。然后山治真的就是居家好男人的类型了，山治空闲的时候大多都是去采购物品和食材。哦对，还有搭讪美女。在阿拉巴斯坦，山治和乔巴负责去采购，微微需要一些乔装的服饰，娜美想要香水，山治欣然答应，索隆想要吃的和酒，乌索普想要辣椒水，山治虽然嘴上说才不管他们呢，但还是把大家想要的东西都买回来了。在空岛，山治还用热贝做了一席空蒸海味满腹全餐。在水之都，当时船上只留下了水火不容的索隆、山治，这种空间自然维持不了多久。山治很快也下船去采购一些食材去了。2年后回归香波地群岛，山治也是一边采购食材，一边找索隆的踪迹。找到索隆的时候，手里已经买了一大堆东西了。登陆的地方如果有商场，那娜美罗宾一定少不了逛街购物，2大团花必须得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不过除了购物本身，娜美罗宾还有自己的绝活。罗宾在加雅岛买衣服的时候，顺便搞到了关于空岛的一些线索，而娜美购物的时候，砍价更是直接能把老板给砍崩溃。娜美倒是能节省不少钱，卖家疯了呀。其实说起来，娜美、乌索普、乔巴胆小3人组一开始是能不登陆就不登陆的，毕竟他仨得了同一种病，不能登岛的病。登陆小花园的时候，眼看伙伴一个个出去玩，娜美、乌索普把仅存的希望寄托在一同守船的山治这边，结果索隆挑衅山治，山治也愤怒出走，跟索隆开启了狩猎比赛，只留娜美、乌索普相依为命，但之后还是被巨人族请上岛做客。在海贼云集的加雅岛，山治本来也想跟娜美他们出去的，但这一次高低是被可怜的乌索普和乔巴强行挽留在了船上，他仨也就趁这个机会把美丽号修缮了一下。不过如果到了比较安全的地方，胆小组一般会下船跟伙伴们去玩，当然有时候他们也负责守船。然后是散步往索隆，索隆登陆的时候一般身上是没有什么任务的，但索隆偏偏还很喜欢独自散步，船上待久了确实有点烦闷，但不得不说在散步这方面索隆真的是又菜又爱玩。伙伴们一般是要极力阻止索隆这种行为，但无奈索隆对自己的方向感似乎充满了自信，后果大概就是索隆不知道迷到哪里去了。但神奇的是，索隆有时候迷着迷着又迷到伙伴那里去了。另外索隆有时候也会留下来守船。然后是变态可靠的弗兰奇，弗兰奇登陆的时候有时候会跟伙伴们一起行动，一起沙雕的玩乐，但有时候也会恪尽职守。桑尼号在跟飞鱼骑士团冲突的时候耗尽了能源，弗兰奇放弃了和大家一起出游的时间，和乌索普一起维护了船。2年后回归，也是最先直奔桑尼这边来。氛围组布鲁克，他虽然能当路飞的太爷爷了，但和路飞他们一样贪玩，登陆后跟路飞他们一起吃喝玩乐。香波地群岛的时候，小吃店老板让他们可以试吃，路飞、乔巴、布鲁克差点给人家老板干倒闭。登陆蛋糕岛也是，路飞、乔巴、布鲁克他们仨俨然成了新版欢乐3人组，只要草帽团一登陆，就少不了布鲁克出来活跃气氛，跟着大家胡闹。然后是盛平老大，盛平和大家一起登陆的时候显得非常老实乖巧，自己有没有想做的事儿不重要，一路都陪着伙伴。一开始刚融入草帽团的时候还比较拘谨，然后就是成了专业捧哏。这一次登上弹尖岛，路飞、乔巴、波尼仨吃货又干到饱腹形态了，人家说哇你们4个可真能吃，肚子都鼓鼓的了。盛平在旁边来了句我本来就这样，可让盛平老大可爱死了。在草帽团去过的这些地方里，其实很多时候他们一开始并不是冲着茶价去的，而是想自由自在的吃喝玩乐，毕竟这也是冒险的灵魂所在。
海贼王里那些不可或缺的小道具，在大海上航行冒险，一个海贼团除了要具备实力，还有一些必不可少的装备，也是通关的关键。虽然这些小道具戏份并不多，但却是撑起大海贼时代的重要元素。记录指针，记录指针是驰骋伟大航路最基本的东西之一。伟大航路的磁场都是混乱的，而记录指针可以记录岛和岛之间的磁力，指引人们前往下一座岛屿。草帽团里只有娜美佩戴记录指针，不仅是因为娜美是航海士，早在双子甲的时候，路飞3次打闹就干坏了一个记录指针，娜美就恼了，从此再也没让这帮人碰过这脆弱的东西。虽然记录指针可以很容易的买到，但在冒险中还是非常珍贵的。首先，记录指针存满磁力，指向下一个岛屿需要短则几个小时，长则几个月的冷却时间。有些岛的充磁时间太长，甚至需要1年，比如小花园，此时就需要一块永久指针，而永久指针属于稀有装备。当时山治打野从不吉利组合那里缴获了一块阿拉巴斯坦的永久指针。其次，如果没有备用的指针，还只能靠熟人赠予，比如库洛卡斯将自己的记录指针当做礼物赠予了草帽团。由此可见娜美和记录指针的重要性。如果不等待充磁时间出航的话，运气好瞎猫撞死耗子，到达了其他岛屿，磁力则会被替换，也需要重新等待充磁时间。而新世界的磁场比前半段更加混乱，所以伟大航路前半段的指针会全部失效，需要新版本的记录指针闯荡新世界。也就是这种一个表盘上有3条航线的指针，分别指向不同的3座岛屿，可以任选一个去往下一个目的地。指针最平稳的也就是最安全的航道，所以这方面最有含金量的就是巴托洛米奥了。不带航海士，全靠给乡下奶奶打电话进入新世界找到偶像。这就不得不说到第2个必不可少的小道具——电话虫了。草帽一伙航海虽然没有智能手机，但神奇的电话虫的智能程度不次于智能手机。戏精的电话虫可以惟妙惟肖地模仿来电人的各种神态和表情，甚至还能模仿大哭和被嘎掉，堪称是一种奇特的视频通话。当然，每个人的电话虫还可以根据自己的风格 DIY。除了给电话虫安装按键和对讲机，比较帅的就有卡尔的电话虫，他有卡尔经典的围脖；明哥的电话虫有骚气的皮草，而路飞的电话虫一般是经典的草帽配色。各种各样功能的电话虫有10几种，可以应对通讯、拍照、投影、窃听、防窃听等各种场景。即便封闭的和之国还有特殊的电话螺。在广阔的伟大航路，没有这种实时通讯的小道具肯定是不行的。而电话虫也并不稀有，在野外就可以抓到。在左屋，弗兰奇曾表示可以现场抓一只做个电话出来。这种小生物大多时候都是一闪而过，但非常可爱重要。然后是报纸和送报海鸥。如果说记录指针和电话虫还只是特定人群的刚需，那送报鸥和他送的报纸可以说是海贼世界最重要的媒介。上到世界政府、海军、四皇，下到平头百姓，都需要报纸来了解每天发生的大事件，甚至连推进城里的民歌都有报纸看。由于现在太过于日新月异，要不是亲眼所见，谁敢信？所以现在每天的报纸民歌是一看一个不吱声。不过民歌还是要说，要论假新闻，我才是鼻祖级别。现在海军天天编这种离谱的假新闻给我看，我就呵呵一笑，你们以为我会信？要说新闻王的报社有多牛逼，吴老星都拿他们没办法。娜美面对涨价1倍的报纸，也只能无奈付钱。CP 组织进去都要吃瘪。新闻王和他的送报海鸥大军无孔不入，无事不晓。海军、四皇甚至一母都会被报纸带节奏。原来新闻王的报社才是最牛逼的势力。然后是生命卡，生命卡类似记录指针，也是一种指引道具。不过生命卡更像是微信里的好友共享位置，用来指引生命卡主人所在的方位，一般用于亲人、伙伴或者朋友。生命卡可以用主人的指甲掺进特殊的材料里制作，代表主人实时的生命力。生命卡本身不怕水也不怕火，但当主人生命力减弱时，纸张会缩小；生命力恢复时，纸张还会变大。虽然生命卡没有出现过很多次，但每一次都是重要的伏笔。比如艾斯在阿拉巴斯坦给了路飞自己的生命卡，后面路飞追入推进城和海军本部。恐怖3人帆船，罗拉给了娜美大妈的生命卡，后面娜美在蛋糕岛命令大妈的货米兹。德岛时期，山治小队靠罗给的贝波的生命卡找到了佐屋，而杰克则是靠内奸看侍郎的生命卡。路飞也将自己的生命卡分给了草帽大船团和萨博，还有贝拉米，这必然也是后期的一个伏笔。然后是亚尔奇曼红树的天然树枝，其实就是镀膜技术，给船只镀上一层膜后，用于深潜或者藏匿等作用。虽然镀膜技术并不会被频繁使用，但这也是伟大航路不能缺少的东西。因为进入新世界只有3条路可以走，一个是在红港靠世界政府的升降机，这个适用于限定人群；一个是不管用飞还是用爬，硬翻高耸入云的红土大陆。这2种方法绝大多数人是不可能走得通的。而第3个选择就到达海底1万米的渔人岛，从这里进入新世界。桑尼号上的鲨鱼潜水艇也只能下潜到5000米，所以章鱼小巴说镀膜是人类到达渔人岛的唯一手段，可见镀膜技术的重要性。即便是卡普也在出访渔人岛的时候自嘲自己差点死在海底。没有镀膜技术和镀膜工人的帮助，就意味着很难进入新世界。当然镀膜技术还有其他用处，顶上战争白胡子不仅用镀膜船潜入了海军本部内湾，还在海底藏了一艘镀膜船，配合小奥兹破了战国引以为傲的包围壁战术。所以这些道具虽然只是海贼世界里一些小小的元素，但记录指针和生命卡可以指引伙伴和前行的方向，电话虫和送报鸥可以让你了解大海格局的动荡，镀膜技术帮你敲开新世界的大门，他们当之无愧是海贼王里航海体系的重要基石。如果3船长去彼此的方向，会有什么不同的命运？还记得和之国结束后，路飞、基德罗3船长选择了各自前进的方向，前往各自未知的冒险。
如今他们自己的签运也一目了然。如果他们当时选择了彼此的方向，结局又会有什么不一样？首先，罗当时并没有参加抽签，而是当机立断选择了东北方向，因为罗觉得往东北方向行进的速度最快，也就是后来遇到了蹲人的黑胡子团。这对罗来说属于下签了。目前罗团已经被黑胡子团毁得分崩离析，极地潜水号被摧毁，除了贝波带着罗逃走了，其他船员应该是被黑胡子俘虏。为什么东北方向是罗的下签？因为罗如果选择其他2个方向都不会这么狼狈。罗如果选择正东方向，也就是遇到红发团，以红发情绪稳定、不爱惹事儿的性格，只要罗不找事儿，肯定是不会爆发惨烈的冲突。显然罗也不是见人就打的莽夫，再加上罗和路飞的同盟交情，红发团和罗团即便不到开宴会的程度，那也比遇到黑胡子好太多。如果罗选择走东南方向，也就是弹头岛，对罗来说弹头岛也是上签。别看现在弹头岛上的阵容局面是5老星、大将、CP0、赤天使、9中将、新款 PX、100艘军舰、3万海军，直接拉满了配置。这主要是因为世界政府要抹杀贝加庞克和路飞的号召力。罗走这条路的话，帮不帮贝加庞克不一定，但罗绝对不会拖到这种地狱难度，所以怂一点入木跑路这一关还是不难过的。对罗来说，红发团和弹头岛是最好过的，然而罗恰恰选到了这个最难的。然后是基德抽签抽到了他心仪的正东方向，这个盲盒开的确实精准，直入埃尔巴夫，但成也正东，败也正东。哪知红发这个时候正好来埃尔巴夫串门来了，加上这2位红发一直以来的恩怨，基德这莽夫性格，基德团几乎是被红发整了个团灭。但如果基德走罗的东北方向，遇到黑胡子的结局其实也不能太好，甚至比罗还要惨。那基德走东南方向弹头岛呢？以基德的性格，肯定不会帮贝加庞克，拿个记录指针或者问路就脱身去下一个岛才是基德的作风，压根都不会和世界政府照面。不过话说，脾气最好的红发都忍不住一刀劈了他。其实基德走哪儿都完蛋，弹头岛再不济，开局还有4个炽天使呢。不过相比于黑胡子和红发，走弹头岛确实是最简单的，他却在和路飞的抽签中和这条路线失之交臂。不过基德出了弹头岛，还得去阿尔巴夫找他想找的那个烧伤男，又得碰上红发，合着基德最惨，走哪条线都是死局。然后是路飞，草帽团的操作其实挺奇葩的。按照草帽团的背景和实力，这3条线路原本不管选哪一个都是上签。首先在东北方向圣者岛遭遇黑胡子团的话，罗和基德遇上那是妥妥的死路。但是草帽团就不一样了，黑团当时只有黑胡子、巴杰斯、方奥卡和毒 Q。虽然黑胡子说就是要赌他们3个，但黑团这点人拿头赢草帽团。黑胡子蹲人估计也是看人下菜碟，如果看到来的是草帽团，估计大概率就撤了。如果路飞走正东方向，直接到阿尔巴夫遇到红发的话，那不更皆大欢喜了？搁置争议，先把宴会开起来。红发路飞相见，耶稣布乌索普父子团聚，罗宾萨乌罗好友重逢，好友们齐聚一堂，兄弟们把酒言欢。而路飞现在走的这条弹头岛的路线，其实本身也不难，只不过把简单难度玩成地狱难度，一直是草帽团的作风。弹头岛简单在世界政府本意就杀掉贝加庞克，也没想到路飞会坚决趟这个浑水。如果草帽团想跑，冷血一点，不管贝加庞克，早在黄猿登岛之前就可以跑去阿尔巴夫了。当然汽油跑路那就不是路飞了，再加上贝加庞克、熊、波尼和龙的这几层关系，这才引来顶配阵容前来围堵，导致局面一度失控。所以这3条路线客观来说，弹头岛不管谁来都是最简单的，只不过被草帽团玩成了地狱模式，他现在成了最难的。不过现在的遭遇也很有意思，最不喜欢搞事的罗遇上了最喜欢搞事的黑胡子，最喜欢搞事的基德遇上了最不喜欢搞事的红发，最喜欢霸凌世界政府的路飞遇上了打算被一次霸凌个够的世界政府。不管怎么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黄父3哥搞笑却又辉煌的经历，当巴基团上位4皇团后，3哥众望所归的被称之为黄父，这绝非运气，而是堪称实力使然。因为可以发现，虽然3哥有时候很怂，但有时候也很有担当，不管是和4皇巴基的羁绊，还是自己的战绩、经历、果实能力，都非常传奇。3哥初次登场在小花园，当时3哥还是非常生猛的，说3哥一人灭团也不为过。因为当时3哥先是用计谋挑拨了轻轨东丽和路飞的关系，让2人打了一架，导致在后面轻轨和红轨的决斗中，轻轨被红轨击败。然后3哥趁机又控制住了产生的红轨部落机，导致2位巨人族重伤。而且当时这2位巨人族大哥都是赏金1亿的大海贼，3哥做的这个坐山观虎斗的局实在是高。随着现在东丽和部落机越来越多的登场，3哥的含金量还在不断上升。然后又通过蜡烛台控制住了微微、娜美和索隆，差点将这3人干掉。在最后和路飞的交手中，也完全不落下风，因为3哥用的拉拉果实做的铠甲，通常情况下是非常坚硬的，路飞强攻无果。要不是乌索普的绝境之王和萝莉杀手双 buff 大显神威，草帽团凶多吉少。山治当时去打野了，碰巧找到了3哥和老沙的联络据点。山治不仅给老沙打了一通诈骗电话，还顺带解决了不吉利组合。这件事儿也对后来的事情产生了深远影响。所以小花园围剿战还真不赖3哥，这一波只能说3哥的队友太拉了，3哥这把尽力局。而且3哥不仅是聪明能打，秉承着干一行爱一行的敬业精神，战后还千里迢迢的跑去阿拉巴斯坦跟老沙述职，一路那是风餐露宿。先是绕路来到蜘蛛咖啡店，然后偷偷跟着其他干部搭上了接送龟顺风车，潜伏进了老沙所在的雨燕。因为此前老沙听信了山治的诈骗电话，以为草帽团全灭，
正当志得意满的老沙宣布理想乡计划时，三哥突然出现，希望计划可以推迟，并告知自己让草帽一伙给逃走了，计划出现巨大漏洞。气急败坏的老沙直接把三哥吸干，扔进鱼缸里喂香蕉鳄了。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被香蕉鳄吃掉的三哥做了一个蜡烛球没死，之后还被山治一脚给踹出来了，被山治打了一顿，解放了原本老沙以为必死无疑的草帽一伙，让草帽一伙可以顺利前行。完事儿，梅斯特王子还用三哥的身体给回过神来的老沙带了一句话：拜拜了，臭鳄鱼。所以草帽一伙最后的功劳簿上必然要有三哥浓墨重彩的一笔。阿拉巴斯坦之后，海军对巴洛克工作社展开了清算。本来海军并不知道在小花园那批干部的长相，奈何海军给的太多了，有2个家伙叛变了，就是不吉利组合，因此三哥也被盯上了。三哥本打算跑路，而且阿拉巴斯坦也没他什么事儿，结果三哥跑也没跑成，被小冯给逮住，大嘴巴子打回去一起解救伙伴。小冯模仿三哥打入敌营，解救了被绑的情人节。最后跑出来的黄金周、情人节和鼻屎男又去了一座小监狱，解救被关在那里的伙伴。当然只有老沙和忠诚的一哥很屌的没有跑，而小冯和三哥最后也被关进来了。小冯因为救了伙伴很高兴，三哥是真的想哭。这4个人最后被转送至推进城。到了推进城，三哥迎来了自己事业的第2春，而且在这里，三哥遇到了自己的人生知己巴基。2人从刚开始萍水相逢，到最后相见恨晚。2人最深下到了推进城5层，并在这期间释放了大量囚犯，未来4皇团的基础就此奠定。他俩靠着天作之合的越狱能力，一个4分5裂，一个能造壳，步履蹒跚的又苟到了海上1楼。在这里也是三哥的高光时刻，面对来势汹汹的麦哲伦，在场的大佬一筹莫展，三哥却发挥了巨大作用，堪称是单防麦哲伦。给路飞套上蜡烛铠甲后，甚至还能反击。面对麦哲伦的终极猛毒，三哥的果实能力也能起到拖延效果，帮助大家成功越狱。而且说到三哥的拉拉果实，相比路飞的能力，还要和卡尔的诺诺果实更相像，具备流体和灵活形变的特点。如果能给他加上用见闻色提前形变、躲避攻击的设定，拉拉果实理论上是非常强的，并且拉拉果实同时也具备硬度。原来三哥一个人就是卡塔库利和克利架双将星的组合。虽然三哥大部分时间都在巴基身边充当吐槽角色，但到了顶上战争，三哥被之前小冯的勇敢和义气所感动，伪装成了行星士兵，骗过了战国，骗过了所有人，用经典的开锁专业，当着战国的面打开了艾斯的枷锁。三哥还问路飞，如果我说我来这里的理由是悼念我的伙伴，你会嘲笑我吗？当艾斯拉着路飞，路飞拽着三哥出来的时候，就感觉此刻他们也是并肩作战的伙伴。顶上战争之后，随着巴基平步青云，三哥又当上了七武海的干部。不过和上一次不大一样，这一次每天就是吃吃喝喝，非常清闲。不久之后，巴基晋升为4皇，成为十字工会法人。兜兜转转，三哥又跟老沙一起共事了。纵观三哥的经历，开局就很有含金量，果实能力潜力巨大，单防监狱霸主麦哲伦，骗过号称智将的战国，跟随巴基大神做到皇父，深谙职场潜规则，在原主和新主之间混得还算不错。虽然一直登场不多，但这经历堪称传奇。草帽团真的太会吓唬小孩了。平时都说罗宾酱腹黑，但我发现草帽一伙多多少少都沾点，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索隆这样高冷少言、沉着稳重的，也会吓唬小孩吗？是的，当时路飞、索隆、娜美在希罗布村结交乌索普后，在餐馆吃饭，乌索普的那3个小伙计以为老大被海贼抓了，就冲进来救人。路飞、索隆、娜美刚好吃完饭，路飞无意间感叹了一句：“这肉真好吃。”索隆就顺着话恶搞了一下，说：“你们的船长被我们吃了。”当时3个小伙计就被吓懵逼了。不过他仨反而吐槽娜美是母夜叉，娜美还很委屈，关我屁事呀。路飞那么单纯，也会吓唬小孩吗？是的，空岛的时候，在小女孩艾莎面前展示能力，不仅把小女孩吓到怀疑人生，路飞还很理所应当的说：“我是橡胶人，当然可以伸长喽。”路飞虽然是无意的，但他可能没有想到，空岛人几乎是与世隔绝的。初见路飞这样的，当然是跟见了怪物似的。路飞2年后变得更成熟了，甚至仅只需要一个眼神就可以吓哭小孩子。不过路飞并不是针对小玉啦，而是想伤害小玉的百兽团的人。说起来，路飞其实还真就故意吓唬过其他人，被害人正是胆小的乌索普。被带坏的路飞故意压低帽子，说我们正在经历一片闹鬼的海域哦。一旁的弗兰奇也来故意吓人，说这里不论什么都可能会离奇失踪，当时就把乌索普给吓得不行了。然后山治也参与了进来，说这里还有载着死者亡灵的船四处游荡，山治甚至还给自己划了根火柴，打了个底光。这帮人太坏了。此时一旁的乔巴抱着索隆的腿，颤颤巍巍，就没有人为我发声吗？山治温柔绅士，但有时候也是使坏。在乔巴刚上船的时候，娜美问路飞他们因为什么才邀请乔巴加入的。路飞说能变形的驯鹿很好玩，路飞的很正常。山治给的理由是储备粮。乔巴顿时有一种上了贼船的感觉。在登陆和之国的时候，山治又吓唬乔巴说不带他玩，看到乔巴哭惨了，山治才笑着说开玩笑的，抓紧喽。乌索普那么胆小也会吓唬小孩吗？是的，他吓唬小孩的手法真是一套一套的。一开始只能靠虚张声势，说自己可是被悬赏3000万的海贼，结果小萝莉他爹是个赏金猎人，乌索普当时人就麻了。后来乌索普萝莉杀手的传奇就此开始，巧妙破解黄金周的颜料陷阱，专治萝莉，专治各种不服，用蟑螂星和气球锤吓昏佩罗娜，
甚至乌索普歪打正着，发现自己的长相也有大用，还真是一物降一物，给砂糖吓出了一辈子的心理阴影。鬼岛上的那个萝莉秘书保皇也是被乌索普给制服的，别的咱不敢说，要说萝莉的天敌，非乌索普莫属。同样是作为胆小组一员的娜美，平时还好，而且娜美对小孩子还很友好，不是吗？就是那小脾气一上来，这简直就化身恶魔了，一个转头能吓哭乔巴，三言两语吓哭宙斯，也怪不得乌索普的3个小兄弟上来就喊娜美母老虎了。布鲁克，好吧，布鲁克都不需要质疑，因为在别人眼里他本身就很可怕，而且布鲁克自己喜欢扮鬼恶作剧，这个还不是最搞的，他甚至还会自己把自己给吓到。在去愚人岛的途中，布鲁克在那讲深海鬼故事，把乔巴给吓到了。结果布鲁克自己本来就胆小，还非要讲鬼故事。看吧，讲鬼故事的最高境界就是自己也被自己给吓到。恐怖3帆船，他害怕僵尸，而僵尸更害怕他，甚至被自己的样子给吓哭。布鲁克这一系列的迷惑操作，这么看，现在船上慎平还算比较老实的。慎平还经常被别人给吓唬，不过之后慎平可能会越来越跑偏加腹黑，毕竟现在这个趋势是很明显啊。总之，原本以为腹黑的只有罗宾一人，原来这帮人一个个都很皮。哪些篇章手里的举报剑？升任元帅的赤犬在办公室里每天苦大仇深的样子，为什么老是蹲在办公室呢？因为他要忙着举报，想举报的人多的都快举报不过来了。首先赤犬想举报黄猿，先勾选一个异常开局行为。顶上战争，青雉开局冻住了白胡子震起来的海啸，赤犬开局击碎了乔兹扔过来的冰块，黄猿开局对敌输出为0，还自己翻回来把自家城墙给怼塌了。其次勾选他是演员，只要有黄猿出手的地方，路飞总能平安无事。香波地群岛丝血放人，顶上战争空技能，以及剧场版里断大，这不都是黄猿的杰作？而且革命军开始有动作后，现在黄猿都干脆明演了，以前起码衣服还微脏一下，现在脏都不脏了，就不打了，投了。黄猿和绿牛这俩人都快让这个姿势成为海军本部的企业文化了。早在和之国篇之前，黄猿主动请缨前去和之国，赤犬立刻将其叫住。最新一话的情报说，赤犬再次阻止黄猿前去弹尖岛。赤犬终于是发现了自己被演了吗？是。赤犬最后派了绿牛去和之国收割。当然，赤犬第2个举报的就是绿牛，勾选消极比赛。因为绿牛在和之国的表现非常让海军丢面子，赤犬是很在意面子问题的人，但绿牛甚至都没有见到那张世界上最有面子的脸，堂堂大将就被人家一波霸气给吓跑投降了。虽然绿牛确实也没招，不过那波态度显然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操作很散漫，态度很消极。赤犬还要举报吴老星，勾选言语辱骂，堂堂元帅被劈头盖脸一顿怼，因为吴老星无视赤犬干预明哥事件，让海军蒙羞。赤犬暴跳如雷，跟吴老星谈论面子问题。吴老星丝毫不客气，说你的面子算个什么东西，一人一句讥讽赤犬他们就是遮羞布而已。结果后来红发面见吴老星的时候，人家恭恭敬敬礼礼貌貌和红发谈事儿，赤犬哭晕在厕所，并按下举报键。赤犬还要举报斯摩格，勾选玩家水平过低，被击败次数太多。斯摩格很迷惑的一点就是，斯摩格在剧场版里，准确的说是跟路飞联手的时候怎么这么能打，给海军办事的时候却直接开启连跪模式。赤犬表示，怎么着，海军是减一 buff， 路飞是增一 buff， 这是路飞到位，四皇干废是吗？斯摩格，你先搞清楚你是哪一队的，先举报了。赤犬还要举报卡普，先勾选故意送人头，并非实力不行。赤犬拿着录屏展示说，大家可都看见了，海军英雄卡普跟自己的孙子打假拳，打小马一拳打翻，打路飞瞬间脑血栓，区别对待，故意送头。然后还要勾选干扰其他玩家正常游戏。当时赤犬那边杀红眼了，对路飞紧追不舍，正在和慎平纠缠的时候，背后卡普开启队友伤害要揍赤犬，要不是战国阻拦和正义的分量，当时那个状态赤犬不死也残。虽然战国算是赤犬的恩人，但是赤犬依然要举报战国。先是恶意挂机，长时间无操作，开团的时候战国让赤犬上的，离间计的时候战国让赤犬去的，等到赤犬被白胡子锤得叽里咕噜的时候，赤犬想说战国你他妈人呢？哦，战国开的大一动不动在旁边看戏呢。还有战国的演员行为，处刑台上打假拳跟后来打黑胡子的力度不一样，那个先不说，路飞把艾斯救下来的时候，战国你大招状态下乘胜追击啊，锤他俩呀，结果路飞3档之后变小了，战国也跟着变回来了。好家伙，战国这是生怕一个不注意踩死干孙子呀。不仅如此，赤犬还要举报战国一个其他行为，那就是脏活累活被人骂的活全是赤犬干的。然后战国最后跟钢骨空推荐掉了800次线的青雉当元帅。赤犬表示，哦，事儿我都给你办了，你个老战国夹带私货呀你，合着刚才我拿命打的那把晋级赛不算呗。赤犬无话可说，行，我都没你狗，不说了，举报了。赤犬还要举报青雉，拒绝合作，不参加团战。青雉被小马哥踢了一脚飞了，其实也没啥，关键是青雉被一脚给踢掉线了，完美避开了白热化阶段的团战。连上之后，顶上战争都快打完了。还记得长链岛的时候，青雉的能力是可以把一个岛屿的周围海域冻结1周的。追击路飞的时候，这冰层出去有100米没，就停了。顶上战争后，青雉赤犬2人爆发元帅之争，整个岛的气候都被2人永久改变了。
赤犬也不是毫发无伤，脸上身上都有多处冻伤。赤犬悟了，顶上战争轻质你咋没这操作呢？都他妈演我！赤犬还要举报克比扰乱军心。克比在顶上战争最开始的时候怂了就怂了，最后克比还主动发起投降投票，全场被各种演的赤犬让一个小草长给教育了。赤犬哪能忍？但因为克比的拖延，红发及时到场，让战斗提前结束。赤犬还要举报藤虎，言语辱骂、拒绝合作、消极比赛、干扰正常游戏，演员全都选上。藤虎在德岛可以说是处处跟赤犬对着干。赤犬好面子，那藤虎就给利库王下跪。赤犬电话里说海军的颜面往哪儿搁，那藤虎就怼，这么在乎脸面就别出来见人了。赤犬想弄死路飞，那藤虎偏要放路飞一马。赤犬跟藤虎说你丫别回来了，那藤虎还偏要回去，在玛丽乔亚吃面条呢。可以感觉到赤犬的脾气一天比一天大，我让你们演一个个都举报。终于在某一天，赤犬把海军本部的所有演员全都举报掉了。哈哈，这下终于可以率领海军在新世界大展拳脚了。此时海军本部只剩下了赤犬一人。